汽车，价值50万元，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我没事。我的眼睛不但能透视，竟然还能看出物品的价值。那我赔你点钱。我要发财了！啊，你怎么走了呀？你别走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小伙子，来看看我们家的青花瓷碗，保真的。青花瓷碗变频，现代3元。阿姨，这个碗啊，你带回家盛菜更合适。小伙子，来看看玉扳指，当年我也戴过的。玉扳指变频，塑料材质2元。这扳指啊，是玉的还是塑料的？你自己心里清楚啊。我的字画也是祖传的，我可是唐伯虎第108世孙。字画变频，现代10元。大叔啊，这字画挺新的，下次啊不许打印了。这古玩市场的赝品还真是多，不过还好我的眼睛可以看清物品的价值，我就不信整个市场捡漏不到一件古董。来看一看，明代古董没吗？青花瓷碗正品，明代，价值100万到300万。这个可以，不能目标太明确，不然这老板肯定坐地起价。老板，这瓷杯怎么卖？小哥好眼力，这杯子60万一口价。60万太贵了，这个碗看着可以，500块给我吧。开玩笑呢，500块钱你买古董？不卖我走了。卖，交个朋友。发了，一下就赚了几百万。给，我给你装起来。好，不用了，我直接拿走了。哦，是假的，你把我价值上千万的龙纹瓷瓶给撞碎了，赔钱。是他。明明是你撞的我，而且这就是件赝品，还上千万，我看你是碰瓷的吧？来，大家评评理，这女的撞碎了传家宝不认账啊，我还要卖了她给老婆治病啊。这女的真可恶，撞碎了别人东西还不认账。就是，这不欺负人呢？小伙子，你这件龙纹瓷罐虽然说是古董，但也就值个几万块钱。你胡说什么呢？几万块？我可是专业的鉴宝师。姑娘，这瓷罐是他卖了给老婆看病的，你不如就给他5万块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反正就5万，他还要靠这钱给他老婆看病，好吧。等一下。瓷罐赝品，现代电窑制作200元。这位先生刚刚说这件瓷器是清仿明的？那当然，我是专业的鉴宝师。这做工粗糙的很，分明就是现代的。你可质疑我？大家看看，一般烧制的瓷器多少都有一些气泡，这个这么光滑，分明就是电窑烧制的。怎么还不服？要不咱们让警察来看看。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走。小姐，终于找到你了，老爷还等你回去呢。那个，我叫蓝小雨，刚刚谢谢你。我叫胡叶，刚刚的事儿不过是举手之劳。我去，她就是传说中的蓝家大小姐蓝小雨。蓝家大小姐？是她，刚刚被我撞到的那个人。小姐，老爷还在等你回去。小姐，老爷还在等你回去。听说白少爷来了，而且好像是要找你提亲。白正这个家伙真是死缠烂打，这次可是大手笔，据说带了一个价值连城的汝窑瓷瓶。那个，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说？跟我回家。啊？难道说我可是绝情一生都奉献给奇珍异宝的？就算有千金大小姐的追求，你不是会鉴宝吗？刚好帮我看看那个家伙送来的瓷瓶。但是有一点，不管真的假的，你都要说假，让他下不来台。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我去，100万！好，那我就去试试。走吧。白正啊，你这也太费心了，如此完整的汝窑鹅颈瓶，可太难得了。只要蓝老喜欢，哪怕是青铜鼎、夜明珠、青缕衣，我都能想办法弄来。好啊，真是个孝顺的孩子。爷爷，我回来了。来，你还知道回国啊？我还以为你把爷爷给忘了。那哪能呢？我从小就是爷爷您养大的，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您。对不起。这可是价值千万的鹅颈瓶，碰坏了你可赔不起。滚蛋！对不起。这可是价值千万的鹅颈瓶，碰坏了你可赔不起。滚蛋！原来这就是你送给爷爷的礼物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小鱼，怎么说话呢？鹅颈瓶赝品500块。有点意思。喂，你哪来的？别坐着瞎看，当心给我碰坏了。这是我特意请回来的鉴宝大师，你既然送给爷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当然要找人看看啦。就他分明就是一个做外卖的。小雨，你怕不是被骗了吧？这件瓷器我已经鉴定过了，它是一个现代的仿制品。放屁！你说真就真，说假就假呀！瓷器的鉴定很简单，首先看它的胎质，正品的胎质自然，有天然的颗粒，而这个过于光滑。再看它的釉面，正品的釉面温润柔和，而这个的釉面过于的粗糙，很明显就是一件假货。
很明显就是一件假货。哎呦呦，白少，这是怎么回事啊？嗯，看来我确实是买错了，蓝老，我这就去问罪去，先告辞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啊，这小伙子眼光毒了。蓝老过奖了，坐吧。哎，谢谢蓝老。对了，这个是我答应给你的100万鉴定费。谢谢蓝小姐，第一桶金到手。你这小伙子有点意思，正好明天万利宝楼有拍卖会，敢不敢去？万利宝楼的拍卖会每年一次，一般人可没有资格参加。你运气可真好。拍卖会正好我的青花瓷碗要卖，还可以顺道再捡到点古董啊！多谢蓝老台。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哦，我是蓝家的，这是我要拍卖的明代青花瓷碗。哦，原来是蓝家少爷，失敬失敬，我这就帮你看看。经理啊，你可要看仔细，蓝家只有一个小姐，可没有什么少爷，他怕是打着蓝家的名号骗人吧？杨先生，这……胡爷，你已经来了。哎，蓝小姐，你还认识我吗？不好意思啊，不记得了。咱们走吧。等等，蓝小姐，你可别被这小子骗了。刚才这小子拿着这破烂玩意儿，还借着你们家的名声以次充好呢。这确实是我蓝家提供的，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样，杨少，你可要注意你的措辞啊！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宝贝。我又不懂古玩。你不懂古玩，在这儿干嘛？你不懂古玩，在这装什么文化人？就是。胡爷，咱走着瞧。这个胡爷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哎，那个，我看你这个碗至少也值200-300万，你多少钱收的？这个数50万。500块。啊？叫我最强捡漏王。爷爷，你来了，来，胡小友，你看看这幅字。平复帖，真品，西晋，价值4000万到8000万。这不是平复帖吗？西晋大书法家陆机的作品。哦，这可是传世名作呀，只可惜真品不知道放在何处。蓝老，这不是假的，是真品。胡爷，你在想什么呢？这回是真的了？你该不会想要古董想糊涂了吧？杨天，你有什么看法？我能有什么看法？明明正品在国家博物馆。老爷子，你可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这小子是个骗子。我看你才是个骗子，刚刚还说自己不懂的，现在又懂了。哟，那胡爷的意思是国家博物馆的是假的吗？你该不会说你比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还有权威吧？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滚出去吧！别侥幸捡了个破碗，就感觉自己是专家了。我的神眼绝对不会看错，这就是价值1000万的平复帖。蓝老，我想买下这幅字画。不是我不想让你买，只是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故意受骗？蓝老爷子，您放心好了，赔了是我自己的责任。而且刚刚我让拍卖行还拍卖了一个青花瓷碗，我相信我的眼光。是真的，爷爷，那个碗真的是胡爷500块钱捡漏来的，现在估值100万级别呢。哦，确有此事？那就这样，这幅画你可以拍，叫经理来。这平复帖是假的，为什么蓝老爷子还要买呀？这老爷子没事吧？各位，不是蓝老爷子要买，是我要以100万价格买下这平复帖。那就不奇怪了，这年轻人看着就没什么经验，怕是要买个教训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到现在都没露面，还不是因为这是假货？这个胡爷啊，就是想在老爷子面前露一手，他没想过会给老爷子带来什么代价。杨天，我劝你别阴阳怪气的，在这上蹿下跳，像个猴子一样。经理啊，还等什么呢？是他先找事的，赶紧给他扔出去。杨少，不好意思，胡叶先生也是我们客户。好，他不走我走，这万利宝楼真是分不清客户大小了。哎，我让你走了吗？你要干什么？想动手啊？来啊！哎，胡爷，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稳重一些。蓝老爷子，我没想当众动手，我只是想和他打个赌。赌什么？咱们就赌这幅画的真假，赌约1000万。如果说是真的，你给我1000万，并且当着大家的面喊我是个弱智，怎么样？那要是你输了呢？我也大喊3声我是弱智，给你1000万，外加刚刚那个青花瓷碗，你敢不敢赌啊？大家可都听好了，我没逼他，他要跟我赌，我同意了。哼，这个胡爷要干什么啊？这个年轻人太气盛了。这家伙要干什么？怕不是要把这个分层吧？好久没看过这种热闹了。胡爷，你是想毁灭证据吧？我告诉你，没用的。就算你把这些东西吃了，也改变不了它是赝品的事实。在座的都知道鉴定古画真伪，手中画纸的材质，而西晋洛阳纸的特点是4层纸。蓝老，你看，这是不是画平复帖用的洛阳纸？真是洛阳纸，这
话竟然是真品。真是吸睛的洛阳纸，这难不成是真品？你输了，杨少。你凭什么赢了？明明正品在博物馆。既然还不死心，那就别怪我了。博物馆官网下面有馆长的电话，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吧。喂，你好，这里是国家博物馆办公室。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博物馆里的平复帖是不是真迹？我记得前年多名专家又对平复帖进行了鉴定。没错，博物馆收藏的这幅是赝品，作为展品起到科普展示的作用，藏品的名片都有标注。好的，谢谢。大家都听清楚了吧？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尽管提出来。这博物馆的竟然是赝品，我好久没去了都没注意到。看起来这是真品无疑了，价格至少5000万往上。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开始吧。你什么意思啊？开始嘛！哼，你想抵赖是吧？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想耍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你长长记性。好了，1000万，3天之内打到我卡上。杨少，我弄死你！说你弱智，你还不信？赶紧滚吧，别在这里丢人了。你好，先生，我叫宋有德，以后做古玩生意的话，可以多来找我。你好，胡先生，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胡先生。小雨啊，你这次一回国就捡到了个宝贝，这胡爷呀，必然要成为古玩行业的明日之星啊！胡爷，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咱们才认识2天，你不怕我骗你啊？你不会的，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行，那我有空了教教你。各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1年1度的万历宝楼拍卖会即将开始，请大家移步宴会厅。各位，我们万历宝楼的拍卖会现在开始，接下来有请第一件藏品。这个和田玉佩来历可不简单啊，应主人要求起拍价50万。有没有搞错啊？这什么地方？这种垃圾也能在这里拍卖？别说50万，就算5万这也不值呀。这做工用在和田玉上，真是暴殄天物。确实太粗糙了。不对，那刻的是佘天漫吧？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胡爷，你嘀嘀咕咕什么呢？那顶上刻的是李清照的自拍铭吧？哎，好像是的，可能是哪个小师傅刻的吧。蓝老，你要是相信我，就把它买下来吧。你是发现了什么吗？时间快到了，没时间解释了。51万。蓝老爷子今天怎么了？怕不是来这送钱的吧？这东西买来没有任何价值，我是不会分的。难道是胡爷的因素？这东西和字画不一样，字画还能辨别真假，这就是残次品，就算是古代的又能怎么样？还是看错胡爷了。胡爷，你说这值多少？起码1000万。如果您听我的，能翻10倍。你也就别给我卖关子了。李清照是著名词人，她的丈夫是赵明诚，著名金饰家。前几年佳士得拍卖会曾拍卖过赵明德戴的玉佩，当时的价格也不是很高，200万左右。这2块玉佩是2人的定情信物。这是一对儿。这上面的字是李清照亲手刻的，赵明诚是专业的，但李清照不是，所以看起来十分粗糙，但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足以撑起1个亿的身价。胡爷，这样的东西你都能看出它的价值，真是了不得。胡爷，如果你不说，我还真把它当成垃圾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蓝老客气了，这就算我用自己的一点能力报答蓝老和蓝小姐的知遇之恩。蓝老，这事情最好先不要说。蓝老，这事情最好先不要说，因为另一块玉佩不在我们手上，要是大家都知道了，可不好卖了。蓝老爷子今天怎么了？怎么笑得这么开心？这胡爷又不是神仙，不能每次都让他捡到好东西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第2件藏品。各位，关于这个瓶子，我就不得不多说2句。这可是当年明仁宗赐给汉王的7彩琉璃瓶，整个明代就只出土过2个，另一个已经不知所踪。这个是仅存于世的孤品。至于价格嘛，也不是很贵，起拍价2000万。什么都不说了，2500万，一次性加500万，真是有钱呀！我出3000万，4000万，1000万。琉璃瓶年份现代，鉴定为赝品，价值500元。这个琉璃瓶有点太完美了，找不到瑕疵。怎么，你现在又觉得是假的？工业制品往往都很完美，而这个就很完美。那怎么证明呢？我觉得不买就是了。
爷爷，这个东西咱们不买。这有什么问题吗？都有鉴定证书，不假吧？胡爷觉得这个琉璃瓶有一处。好吧，胡爷的眼光没有错过，听他的。小孩子，不打算试一试吗？我就不插手了，让年轻人去抢吧。看得出老子是真喜欢，交给我吧。1亿，我加个1亿9千万。1亿9千万一次，1亿9千万2次。买下来送给蓝老爷子，一定能挽回刚才的颜面，让他把孙女嫁给我。 1亿9千万，我出2个亿，我出2个亿。 2亿，这已经没有任何利润了。这杨天不会被胡爷打傻了吧？2亿成交，恭喜杨天先生。小孩子，刚才看你挺喜欢这个宝贝的，出于某些原因没有出手，但不过没关系，这个我送给你。这个可不能送我，咱们两家虽然关系好，但这个也太贵重了。小孩子，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你不要，我要它也没用啊。我可不像某些人，只会耍嘴皮子，没有钱更不会出钱。好，在这里等着我呢。好吧，我没钱，买不起这东西。没钱就别来拍卖会，你个穷光蛋，赶紧给我滚出去！小孩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针对胡爷。你们两个都不要吵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好嘞，典型的狐假虎威，蓝老爷子叫你来，你还真来，真是脸皮厚。这杨天真是蠢，你说什么呢？自己花2个亿买了个假货，还说自己不蠢呢。假货不可能啊！胡爷，你比专家还厉害，大家都是大傻子嘛，就你能看出来这是假的。胡爷，你最好跟我说清楚，这里可是万利宝楼，倘若没有依据，就在这里信口雌黄，别怪我不客气。对，说哪里？拿出证据来。对不起各位，是我告诉胡爷说这个琉璃瓶是假的，因为这个琉璃瓶看起来太过完美了，所以我觉得是假的。小雨，原来是这样，小雨，你不懂古玩，随口一说没事的。这东西就算是假的，也不要再说了，这不是得罪人家吗？而且他们也不会承认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小雨不懂古玩，提出疑问不很正常吗？你不是鉴宝大师吗？你怎么也跟着胡闹？你要找不出来证据，赶紧给我滚出去！一个穷小子也敢跟我叫板，现在看你怎么办！好啊，是。胡爷，什么？你今天就非要大闹我万利宝楼吗？胡爷，你太冲动了！完了，这可是2个亿啊！快报警！报警！今天可真是太热闹了。等一下，2个亿我赔。小雨，爷爷，我不问你要钱，我自己也有点私房钱。不用担心，我找到证据了。蓝老，是真是假，您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激光雕刻真是让我苦思冥想啊！激光雕刻，这不可能啊！我的天，还真是激光雕刻的。我们争着买的居然是赝品。不，这不可能！胡爷，你一定做了手脚。自己花2个亿买了个假货，你说蠢不蠢？这造假的人怎么做到的？刚刚为什么没看出来？因为造假的贩子就赌一点，没人敢破坏它。这就是个心理游戏，用电镀法去造假，瑕疵就在品内，破坏后就能看到。可是谁敢破坏国宝呢？那就没有其他方法能鉴定出来了吗？有啊，做个 X 光就行了。这么简单的方法，我们怎么没有想到？我看胡爷就算是到顶级的拍卖行，也能够成为首席鉴宝师。来人，把这垃圾给我扫走，顺便查一下是谁鉴定的，让他给我滚蛋！杨少，实在不好意思，是我们万利宝楼的疏忽，您放心，这个损失绝对不会让您承担的。杨天啊，鉴宝这个东西学问多，你还是要多学一点。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不会出差错。我有天眼，你能跟我比？各位看起来都有些疲惫，不过接下来的藏品一定会让各位打起精神。这是10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在这里啊，太不可思议了吧！起拍价2个亿，最低加价幅度100万。这简直是天价，至少能加价到6个亿。 2亿100万，可以啊！千里江山图都搞来了，哎，这好像不太对吧？千里江山图年代未知，赝品可能性65%，距离过远，无法详细鉴定。这千里江山图你怎么看？说实话，不对劲儿，但是距离太远，我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清楚。难道这是假的吗？万老板，我想让胡爷鉴定一下这件宝贝。我也有此意，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希望对我们收藏家负责。好吧，胡叶先生，请过目。想要确定，必须分层。行了，各位，拍卖会暂停。今天胡叶先生已经鉴定出一件赝品，这是我们万利宝楼的疏忽。各位，但凡是在我万利宝楼买到的赝品，我们将会无条件退款。而这个千里江山图将会由胡叶先生和我们万利宝楼的鉴定师共同鉴定。各位请回吧。临走时，我们会赠送各位一件精美礼品，以表达歉意。我们走。哎，这不好意思，小雨、蓝老爷，你们放心，我不会对胡叶先生做什么的。我出1000万的鉴宝费用。胡叶哥，你就跟万小姐走吧。我们先回去了，看完记得回来，我让司机在门口等你。好。
这谁呀？这么年轻，老板怎么让他检验？这么年轻，看着没什么经验呀。这千里江山图是赝品，用刀片仅仅能分成2层，显然不符合当时的造纸工艺啊！行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胡叶。今天的拍卖会上3件宝贝，其中2件都是赝品，就是他鉴定出来的。哼，我们都没看出来，就你看出来了，你很了不得啊！这是易中山，是我们万亿宝楼的首席鉴宝师。幸会。哼，2副藏品都有问题，我们可没看出来，莫不是你动了手脚？对呀，所有的藏品我们都做过详细的鉴定。或许我们1人没看出来，不可能我们全部都没看出来啊！麻烦来了。他们在质疑你，却没什么想说的。没本事就是没本事。这位易先生说我做手脚，我怎么做手脚？这就是您的首席鉴宝师吗？不仅态度有问题，脑子也不太行啊！刚刚给您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还有脸来说我？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那好，不如比试一下。你说吧，怎么比？既然是要重新鉴定，那我们就比谁鉴定的快。还比谁鉴定的快呢？就你这技术，鉴定的明白吗？首席鉴定师。行了，既然要比赛，那就由我来做裁判。你们待会儿把结果通过手机发送给我，鉴定完毕之后交换鉴定，我通过对比就会知道到底是谁的问题。现在，比赛开始。天哪，1分钟一个，这也太快了吧！这胡叶这么快，怕不是懵了吧？现在开始交换鉴定。通过你们提交的鉴定结果，分歧在河洛图。看来咱们有些分歧啊，不过没关系，万老板，这个河洛图是假的，我有证据。你随意，方法不限。这河洛图用的纸不对，那时候这种造纸技术已经淘汰了，大家都能看出来。不错，我们怎么没看出来？难道我们老了，眼睛不行了？大家也不要灰心，造假技术千变万化，我们都要多多学习。你对造假很熟悉吗？多留意国外的一些新的造假技术就可以，多看些期刊和研究报告。易大师，咱们还要比较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根本没看出来这幅图的真假，蒙的吧？你放屁！易中山，你可以不离开公司，但首席鉴定官的位置必须让出来。鉴定完了，我也该走了。哎，时间还早，去我办公室喝杯茶呗。这时候让我去办公室，难不成？胡叶先生，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做首席鉴定专家？年薪1000万哦！听起来很诱人啊。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这是我能给你提供的最好的岗位，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你。并不是我对你们公司有意见，帮忙鉴定什么都没问题，我乐意帮忙。但是工作不行，我懒散惯了，不喜欢被约束。这是刚刚的鉴定费，这个玉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们交个朋友。这是能看出李清照雕刻的玉佩，看不出她丈夫赵明诚的吗？这2块玉佩分开的价值远没有放在一起的高。那你为什么要卖那一块？能看得出来，说明鉴别能力极高，当然是为了钓。胡叶哥，你喜欢吃什么？我随便吃点就行，不挑食。那我跟你说，我们家厨师做的红烧肉超级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好，我一定吃饱饱的。老爷，老爷，哎，有什么事直接说好了，没有外人。白正来看您了，现在在门外，让他进来还是？这白正来的真不是时候，胡叶哥，你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死了这份心。让他进来吧。爷爷，你猜我买什么了？又买什么好东西了？哦，开冰裂纹金丝铁线，南宋的歌谣葵口碗。爷爷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了。哎，这可不行，你每次来啊都带这么贵重的东西。爷爷，这个东西看着虽然好，但应该还没鉴定吧？刚好今天胡叶哥在这儿，要不帮忙鉴定一下？这可是得罪人的活，这是白先生送人的东西，肯定是真的，我就不鉴定了。这是白先生送人的东西，肯定是真的，我就不鉴定了吧。就是这家伙要挖我墙角。胡叶先生，你这么懂古玩，你还是鉴定一下吧。看来是吃醋了，我就不鉴定了吧，能力有限。胡叶大哥，你今天在万利宝楼还帮他们鉴定呢，还鉴定出了2个赝品，你呀肯定是能力最强的。胡叶先生，小雨都这么说了，你还是看看吧。反正没有外人，你就给鉴定一下吧。好吧。歌谣葵口碗，年代现代，鉴定为赝品，价值500元。蓝老，这应该是假的，金丝太细了，是现代模仿的。哦，假的吗？南宋的工艺达不到这种水平。白正啊，快找卖家吧，
能挽回损失。这个确实是我没有看准，我还有个在拍卖会上买的，应该不会被骗。这又是什么来历啊？这是明代将军戚继光的扳指，是我从兰游拍卖会上买的。哦，武将的扳指，这个我就收下了。你喜欢就好。五爷，你应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吧？今天可是老爷子参军50周年。参军50周年，这什么日子？还要纪念吗？没人跟我说过。这我还真不太知道。老爷子当年可是上过战场的，那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国家功臣啊！哎，那是为国家建功，能记得真是有心了。五爷，你该不会没有准备礼物吧？你这是没把老爷子放心上啊？你怎么知道我没准备呢？虽然我跟蓝老爷子没认识多久，但是你不能说我没这份心。那你准备什么了？哦，这什么呀？我没看错的话，就是一块和田玉佩吧？这有什么价值？如果你没有准备，可以不给，但是做人一定要诚实。你装什么呀？五爷，你贫穷可以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富有。贫穷不是耻辱，但是不诚实就很难看了，你说对吧？老爷子，您还记得今天万利宝楼拍卖会上的那块玉佩吗？记得，我正在让下人找另一块呢，但是网上查不到资料，可能已经到国外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是赵明诚玉佩，看似粗糙，那是因为金军南下，他命悬一线，这是他生前做的最后一块玉佩。管家，这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会在你手里？我不是帮万月儿鉴定吗？走之前，他给了我鉴定费以及这块玉佩。不就是一块玉佩吗？看着也不值钱啊。你给他解释一下。白公子，李清照你认识吗？不认识。唉。你听明白了吗？这个真值8000万呀！胡叶哥，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件事情我们都别说了，就是个礼物，跟价钱没关系，代表的是我的心意，蓝老喜欢就好。就是不应该比价值，难道没钱就不能尽孝心了吗？好，上菜了，没有什么规矩，吃好就行。吴爷先生，看得出你实力很强，想必也是名校毕业的吧？我的学历不是很高，就是大专而已。啊，这不可能吧？你实力这么强，我还以为你是顶级大学的博士呢。啊，您的家学一定很渊博吧？我父母早亡，谈不上什么家学，但是跟某些人相比，素质可能比较高。小弟不才，博览群书。白少爷，你没搞错吧？连李清照你都不认识，还告诉我你博览群书？我看呀，您还是吃饭吧。饭桶。那你读过什么书？我就看过45经、24史。那我考考你。你说？汉文帝刘彻，那是汉武帝。白正，这个菜是不是不合口味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菜啊？不用。正好你们今天都在，我收藏了好多好东西，一会儿吃完饭，我领你们去看一看。吴爷呀，我跟你说，我可是从小就跟小雨在这里的，老爷子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老爷子收藏的东西价值多少吗？实际上，金钱无法衡量，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里的东西确实没办法衡量，但是大概有30亿。哦，吴爷说的在理，这些东西多少钱不重要，我也是爱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您可真是收藏大家，这些东西我都看了，名片上的朝代、款式以及介绍都是货真价实的。天色不早了，我也先回去休息了。你们可以再看一看，尤其是胡叶，你第一次来要多看看。好。吴爷，想看什么跟我说，我对这里很熟悉，我去过这里的每一个房间。白正，有一个地方你没去过，而且你永远不可能进去，但是胡叶能。啊，你别开玩笑，我可是第一次来，说的我好像跟小偷一样。胡叶哥，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还有我没去过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房间。你没搞错吧？那可是你的房间，你怎么能让他进去啊？你也知道那是我的房间呀，我爱带谁去带谁去，关你什么事儿？行了，这个地方我带路就行了，走吧。胡叶哥，坐。你不用太尴尬，很快就好了。等白正走了，我们就出去。他很讨厌是不是？恶心死了。确实。白少爷慢走。他好像走了。那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啊。哎，那个胡叶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谈什么女朋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小雨，咱们才认识2天，感情的事儿可以慢慢来的。可是，终于出来了。蓝老，看得出来，小雨对你的感觉很不错呀。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就是个穷小子。你做什么工作的？我没什么正经工作，就是靠收古玩过日子。你的能力毋庸置疑，我在想要不要给你提供一个平台。什么平台啊？我手下有一个大型的古董经营企业，交给你怎么样？蓝老，您就别开玩笑了，您家里那么多亲戚，还有职业经理人，应该不需要我吧？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已经决定了，明天早上跟我去董事会，从明天起，东宝公司就是你的。董事长好，坐下吧。今天你就坐我旁边。这人什么背景？跟董事长坐一起？想观察一下。好了，今天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顶级鉴宝专家，能力毋庸置疑。如果你们有关注万利宝楼的消息，应该有所耳闻，所以我的意思很明确，让他担任东宝集团下东宝财富公司的总经理。什么？总经理？他凭什么呀？这么重要的公司竟然交给他？董事长，这现金流太重要了，要不要再谨慎一些？董事长，张永平，你有什么话要说？本来这个问题现在问不太合适，不过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你作为财务工作做得很好，在你的管理之下可以说风生水起。可是现在我比较看重胡烨的能力，所以我想让他试一试，希望可以带领公司走向辉煌。好了，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了，我做决定，你们执行就行了。散会。这简直了，真是。胡烨，他们可能不服气呀。我也理解，毕竟我初来乍到。你没有根基，这对你啊是个考验。走吧，我带你去公司，离这儿不远。都听好了，如果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幺蛾子，劝你们自己先想一想，不服从胡烨的命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烨，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不过没关系，我们很快就熟悉了。好了，你现在就去公司熟悉一下，接下来有什么问题，我再来找你。好的，蓝老。赵总，初来乍到，多多关照。请问我的办公室在哪？你去旁边吧。麻烦你们帮我收拾一下，我要办公。哎呀，总经理，你自己收拾吧，这边还挺干净的呀。对呀，您直接去就行。好，好，好。哼。赵总，现在这个文件需要总经理签字，您看怎么解决？哼，他算个狗屁的总经理，我来签。多余的不说了，直接去吧。好的。该让我签的文件他自己签，不按规章走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是谁的签字？我们是找赵总签的字。赵总，这份文件要总经理签名，总经理是他吗？那你去跟赵总说。我当然要找他，也正式通知你们一下，你们俩被开除了。你凭什么开除我们？我们是赵总的秘书，又不是你的秘书。哼！老大，他疯了，要开除我们。什么？胡烨要开除你们？不可能啊！赵总，什么事儿这么生气啊？他们凭什么被开除啊？他们没按公司流程办事儿，明显损害公司利益啊！流程是我定的。哦，好。你自己说的，我可录音了。我问问蓝老，看他怎么说。哎呀，胡烨，哎呀，你这么较真干什么？赵永平，你不会是想抢我的手机吧？我上传了云端，删不掉的。老弟，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放心，不可能啊！
咱们同事一场，商量着好办事儿。这几个人，你们几个不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来办事，还敢跑来找我求情？不要以为是我的心腹，你们就可以为非作歹。你们被开除了。我们就是执行命令，为什么要开除我们？来人啊，把他们牵结清，然后撵出去。出去！胡叶，这样你满意了吗？什么叫我满意了吗？我不过是按公司的流程办事儿。对，那我也是按照规章来办事的。你看能不能把这个录音给删除了呀？录音？什么录音？我可没录啊！我就先走了，还有事要忙，不用送了。哦，哎。胡总，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要不要签个字？行，你先放下吧。胡总，明天早上有个会议，您亲自过去，公司会更有面子。我刚来公司，对公司的业务还不是很熟悉，你们自己去吧。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对业务熟悉的人做我的心腹。胡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帮我把所有中层干部他们的简历，包括他们在公司的行为记录都拿过来。好的，胡总。胡总，您要的资料还有什么需要吗？没事了，你先回去吧。好。胡叶，你开除我的人，我就找人架空你，我就不信了，没有董事长撑腰，你哪里能比得上我？胡总，你刚到公司需要人帮忙，这位秘书是我精心挑选的，业务能力很强，让他帮帮你吧。不劳赵总费心了，我已经有人选了。这几位赵总应该比我熟悉吧？这几个家伙向来跟我不对付，这胡叶是铁了心的有叔叔。这几个人我知道，能力一般，早就给开除了。你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了。好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弄点假古董给公司造成损失，他一定完蛋。就算是董事长，也不能偏袒他。从昨天开始，赵永平什么都不管了。他说他现在对公司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赵永平，他难道是躺平了？胡总，你还是注意一下吧。赵永平这个人不但练拳，而且手段阴险。对了，今天的安排是什么？今天是给几个客户交货的日子。给客户的东西你们都看过了吗？鉴宝工作由鉴宝科负责。去，让鉴宝科的人把鉴定材料送来。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都是按照您的要求收上来的，确实是比较便宜。不可能，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走，跟我去仓库。好。抱歉，先生，仓库重点，外人不得进入。现在整个东宝公司都是我的，我怎么成了外人？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但是董事长说了，这仓库是赵永平负责的，我也只是奉命行事。那你就把赵永平给我叫来。哎呀，这不是胡总吗？怎么来仓库这种又脏又乱的地方了？我来检查货物。胡总真的要查吗？你不相信我？那不废话，我怎么相信你？赵总，你想多了，我只是好奇，想来看看你吃差价能吃多少啊？就那点钱，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可不是小气的人。胡总，话可不能乱说，我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员工，可不会吃什么差价。赵永平，小错可以容忍，大错可就不行了。领导，那仓库还看吗？看，胡总，请。奇了怪了，都是真东西，难道天上真的掉馅饼了？怎么样？大部分都在这儿，还有一批在路上。看来是我多心了，那就尽快把这些货物出手吧。好嘞，我一会儿就把文件拿到你办公室签字。他撒谎了，
另外一批货物早就送到了，但是藏在哪里？你们最近在停车场有没有听到狗叫啊？难道地下车库有人养狗？可能是流浪狗。有点意思，走去看看。哎。那个胡总，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不是，我不小心睡着了，您多包涵。车库是不是养狗了？不会吧，我在这里很久了，没看见什么流浪狗。我看你要不还是回家睡吧。你要辞退我？不是，我让你回去休息一天，放你一天假。谢胡总，谢胡总。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来了。哎呀，开了一天终于到了，光邮费都1000多，赵永平必须报销。保安换人了？你是不是来帮赵永平提货的？我是胡烨。怎么这么紧张？是不是心虚了？没有。把门打开。这个，我让你把门打开。胡总，你千万不要告诉董事长。胡总，都是赵永平指使我的，我也是一时贪念。胡总，赵永平也算是元老了，工资也不低，没必要做这些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先起来，详细说说。本来赵永平和董事长都已经沟通好了，要给他升官。他这个人很爱面子，全公司的人都知道。谁能想到一个空下的领导坐下来，把他的晋升之路全都堵死了？所以就弄了这批假货，想让我背锅。胡总，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我愿为你做牛做马，誓死效忠。你放过我这一次吧。行吧，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送进仓库。那赵永平的事儿，你接下来听我的。哎，你还相信我吗？怎么，你真想让我给你翻脸？不，我以后都听您的。赵永平问起来，你就说这批货没有问题。好。赵永平手下的人太多，如果撕破脸，必然会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不如好好给他上一课。既然清单已经无法改变，那就弄一批真货，把假货换掉。明天跟我走一趟。做什么？挑真品。哎，过来看看啊！来看看各代的古董字画都有，过来看看啊！这个壶2万，这壶您看看。这个5万，包起来。好。哎呀，胡总，您真是赵永平都这样了，您还是帮他把事儿办了。爱人者，人恒爱之。哎呀，胡爷呀胡爷，明天就是交货日，只要等你把假货交出去，你就完蛋了。哼！吴总咋在上水啊？这是去哪儿了？这么累？你们怎么在这儿？胡总，你昨天怎么没回家？八卦什么呢？我们胡总日理万机，睡在办公室也很正常，没什么可八卦的。都去工作，去，走。胡总，今天是交货日，那批货都准备好了，你直接给对方吧。您不看看吗？我找了2位咱们公司的鉴定师。知道了，让他们鉴定吧。好，对了，这是您第一次交易，我还喊了董事长过来，帮咱们把关。真是想看我出手啊，把蓝老都叫来。哎，董事长，您来了。来，您请坐。胡爷哥，工作的怎么样啊？这个胡爷，怎么看起来有点狼狈啊？一会儿他会更狼狈。昨天晚上处理了一些事情，太晚了，就索性在办公室睡了一晚。董事长，这批货物有一些是有问题的。董事长，虽然是赝品，但报价却是按照真品的价格。胡爷啊，这次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啊！这批货都是我亲自把关的。胡爷，有些东西还是要承认的。我看这胡爷就是想贪钱，损害公司利益，必须得严惩。大家不要这样啊！胡总刚刚空调到公司，对业务也不是很熟悉，而且呀，人呀，有时候贪心犯错是正常的，只是这次错误有些大了。这批假货要是交出去啊，怕是要身败名裂了。对啊，必须得给公司一个交代。这是怎么回事？胡爷，你说说。你们说这是赝品，总得拿出来证据吧？好，对。
证据，去，把那些赝品搬进来。这是典型，一共30项都有问题，这就是证据。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你说的赝品，是不是拿错了？拿错了。去，再拿一件。不对吧？怎么都成真的了？这可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们说的赝品在哪儿？各位，我办事向来严谨，更何况是公司的事情。说得好，像胡叶哥这么厉害的人，怎么可能会让赝品流入公司？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赵永平，你说是吧？既然这货物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出货吧。蓝老您当心。胡叶，你工作做得很好。您慢走。胡总，你以为你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吗？你都知道了。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有你的价值所在，如果真的撕破脸，对公司没有好处。你是个人才，我只希望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再有下次，你就自己去跟董事长说吧。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这么年轻就能空降到公司当领导，而我都中年了还是个员工？员工？不，你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赵总。虽然现在没有领导东宝财富公司，但是你的工资可比我的高。你怎么能肯定你以后不会成为集团 CEO？ 不确定的人生才更多彩。胡总，我能为您补偿些什么吗？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胡总，以后有什么吩咐，我愿效犬马之劳。好。喂，那位，去鉴定东西，明月楼是吧？知道了。胡叶哥，胡叶哥，你怎么没回去？回去也没什么好玩的，晚上咱俩一起吃饭吧。吃饭？那你想吃什么呀？要不你来定。那去明月楼怎么样？明月楼好呀，不过他们家可难预定了，至少要1周呢。相信我，咱去了就有位置。走。胡叶哥，你在这儿还有认识的朋友？这家店的老板想让我鉴定点东西。吴先生，请坐，请坐。哎，吴先生，这位是？哦，这位是蓝小雨。哦，胡先生的爱人是吧？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哈哈哈。钱老板，咱们还是先看看藏品吧。哎，好，吴先生，这东西可价值连城啊，全世界只有4件，这么珍贵。夺目女尊，真品，民国，价值上亿。吴先生，怎么样？哎，这东西是假的？不是，这确实是真品哦，而且出自名家之手，名为夺目女尊。夺目女尊？这一共4尊，全部价值连城。那它既然价值连城，为什么没人买啊？这4个女尊的持有者相继身亡，后世传闻有诅咒，现在怎么又出现了？啊，有诅咒？你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人骨。啊？真的？不管真假，只有1尊是没人会买的。那倘若我有4尊呢？什么？你有4尊？我不信，你有4尊，为什么只拿1尊？真的，都在我家里呢。不信你跟我去看看。好呀，我们去看看吧。来，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吃饭吧。啊，哎，这怎么了？为什么走啊？嗨，咱们怎么不见识一下4个女尊像呀？我还挺好奇的。不用看了，当他拿出女尊像的时候，脸色已经不对劲儿了。啊，真的有诅咒吗？这么邪门？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真相。但他是我们的重要客户啊。拉黑吧，将死之人留着也没用。真的假的？这么吓人？真不该带你来的。哎，对了，今天几月几号来着？今天4月1，愚人节啊。4月1，那有鬼市啊！啊，真的假的？真的，就在前面那条街。
我还挺好奇的，我们去看看吧。走。来看看呀，瞧一瞧看看啊！哎，哇，今天人可真多。那咱们也去看看。这个多少钱？一口价3万。 3000。你开玩笑呢？我说了一口价3万，这是清末的玉镯，独一无二。你要是能拿出第二个，我就3000卖你了。好呀。喏，3000卖我。哎，给了给了。姑娘，我看你这镯子不止一个吧？对啊，还有一个2000块钱买的。姑娘，这些镯子都是假货，也就几百块钱。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个鉴宝师。你说我这是假的？嗯。退钱！你卖我假货！你找事儿是不是？来人啊！他们要干什么？真是嘛，有时候会有些麻烦的。你说说怎么假了？你要是说出个1、2、3，我就退你钱。这位兄弟，做生意别太过分。一群大男人围着一个小姑娘要干什么呀？你谁呀？我是个鉴宝师。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真货？是啊，这些都是顺德坊的工艺品，砸碎之后会有一张保险单在里面。是吗？嗯。还需要说什么吗？你在顺德坊买的，和我这里有什么关系？你不止这个，这些东西都有。就你这还敢立个牌子，假一赔千？要不这样，我买你一只镯子，一会儿别忘了赔钱。这是我的摊位，你说砸就砸。胡野哥，要不算了吧？鬼市有鬼市的规矩，你这样干可是坏了规矩。哎呀，假一赔千是吧？准备好赔钱吧。你就是砸场子的，兄弟们，给我上！住手！是谁敢在我的地盘捣乱？是鬼眼曹乾坤。坤哥，这是来砸场子的。卖假货还敢写假一赔千，你脸都不要了。抱歉，坤哥。这位兄弟，我是鬼市的负责人曹乾坤，也是鉴宝协会的副会长。您是？我叫胡叶。兄弟，刚刚我的手下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只是要给我们赔偿款。好，我给你们，每人1张100万支票。胡先生魄力十足啊，顺德坊的东西一看就知道。你有这么好的眼光，怎么来鬼市？去拍卖会和古玩市场岂不是更好？我也就是来捡捡漏，混口饭吃。好，那就不阻碍你了。那我先告辞了。走。哎，王董，咱们的鉴宝团队是不是还有个名额？我这儿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今天晚上还真是刺激啊！抱歉啊，小雨，感觉让你身处险境了。没有啊，在你身边，我觉得最安全了。那我打辆车送你安全回家。我一会儿还有点事要去处理一下。胡野哥，你工作真是努力。咱们走吧。嗯。钱老板为什么会自杀？快去报警！又是这东西，不能让他再祸害人了。必须要拿到所有的女尊像，但是还是需要打听一些信息。鉴宝会，曹乾坤。你好，我找曹乾坤。曹副会，你有预约吗？没有。按照流程，您要先支付费用，1小时1万块。1万块？哎，这不是胡先生吗？我想找你聊一下，曹副会。没问题，到办公室聊。好。1小时1万，真是不便宜。你不收钱？真的？你要是到我公司当了鉴宝师，这样的办公室也给你一间。哎呀，不行，我才疏学浅。你今日来是想问些什么吗？独木女尊。你知道的，这独木女尊是禁品，你问这做什么？我现在手头有一件。哎，不祥之物会带来死亡的，整个鉴宝界都传开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到手？我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它有其价值所在，但只有集齐4件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这个东西当年流落四处，根本就无从下手。你的意思是没有任何相关消息？不瞒你说，我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感兴趣，到现在我连一件都没有找到。我那一件，你感不感兴趣？你不是也想集齐4件吗？这件是我从一个死人手里得来的。哎，正常。你愿意出多少钱？哎，等一下，你怎么得来的？我尚不清楚。万一他要是有主人，我岂不是买了贼赃？那人我认识，不是贼赃。明天上午9点搬到酒店。为什么要来这里？曹副会，这位是？这位也是一位鉴宝师。你好，我叫张艳艳。你好，我叫胡烨。哎呀，大人物啊！曹副会，您不亲自鉴宝？我不会鉴宝。什么情况？鉴宝会副会长不会鉴宝？鉴定完了，人形骨雕，手感很粗，纹路清晰可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第2尊。亲爱的，你打算出多少啊？胡先生，打算要多少？5000万。胡先生，你在跟我开玩笑？曹副会，这个价格已经是市场价了，如果能公开拍卖的话，1个亿都不止。我倒是有个心仪的数字。曹副会，请说。100万。不给。如果你不打算卖的话，那就拿着你的东西走吧。哦，对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就算卖不出去，我也能找到另外3尊。如果钱有才说的不错的话，另外3尊就在他的家里，只是我还不知道是真是假。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其中有一个就在我们手里。原形毕露了。这个东西除了我没人敢收，被下了诅咒。我建议你尽快把它出手了啊！这人可真是贪心啊，100万都不要。大壮，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曹乾坤果然只是个在鬼市上混的黑社会，什么鉴宝协会副会长，连鉴宝都不会。谁？快别藏了，出来吧！你是曹乾坤派来的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别废话了，把东西交出来。你说这个？没错，我不想对你动手，但是这个必须得拿到手，之后100万会打到你账上。那我要是不交呢？你不会死，但断几根骨头还是有可能的。让他打钱，现在！老板，先打钱，不然他要玉石俱焚。好，我现在给他打钱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哼。这是刚刚那个吗？你多心了，就是刚刚那个。既然东西齐了，就可以开拍卖会了。这么快？不快了，既然这4尊都已经到了我的手上，那就可以开了，免得夜长梦多嘛。这个胡烨还真是把我们苦苦寻找的最后一尊送上来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100万就100万，反正那东西是个祸害。就算曹乾坤手里真有一个，再拿了一个，还有另外2个不知去处。唉，没什么用。这钱有才说他手里有3个，大概率也是假的。胡总，胡总，大事件！怎么了？鉴宝会今天举行拍卖会呀！啊？拍卖会？重要的是，传说中的独木女尊4尊一起拍卖。4尊？你是说他们把4尊都集齐了？对呀，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豪门名家都会选。原来那个混蛋已经集齐了3尊，就等着我把最后一尊送去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看吧，见识一下独木女尊的真面目。我们不但要看，还要想办法把他们拿下。哎呀，胡总，4尊一起拍卖，起价就是10个亿啊！咱们是以个人名义去看的，又不是董事长带咱们去的。独木女尊价值连城，拿下就是公司数年的业绩。放心，我自有安排。好。
真的吗？哎呦喂，是吗？哎，这不是曹会长吗？又换口味了？你别胡说啊！这是我妻子黄慧。没想到你这长得不怎么样，艳福倒不浅。说什么？哎，没什么，没什么。我警告你别瞎说，这个是我妻子，那个是我情人，懂吗？哼！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你可是给了我100万封口费。什么封口费？那是我买独木女尊的钱。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行了，别给我找事儿，我们走。走，咱们回去走。今晚啊，注定不太平。刚才我问过了，今天晚上主要就是些名画玉石，这些东西对我们公司啊多多益善。如果价格合适，咱们就可以拍下来，那些富豪不会和我们争的。你自己去捡漏吧，我现在只对独木女尊感兴趣。哎呀，胡总，那真不是我们公司能买到的东西，现实点儿。行了，你就坐这儿吧，等下你看着拍品捡捡漏。欢迎各位，麻烦安静一下。现在我们的拍卖正式开始。本次拍卖会的压轴藏品是民国宝物独木女尊。第一件拍品是清朝玲珑玉镯。开始拍卖。5万、10万、 10万1次，10万2次，10万3次，恭喜这位女士。第二件拍品是清朝的花瓶。20万、 30万、 30万1次，30万2次，30万3次，恭喜这位女士。好了，今天的商品全部拍卖完了，最后一件四女尊上场。抱歉，这4吨像的价格太贵重了，所以我建议直接1亿起拍。5亿、6亿、9亿、10亿、 15亿，你小子捣什么乱！16亿！这位先生，我建议把你的手放下，否则最后可不好收场。18亿、 20亿！这女尊我爷爷喜欢，麻烦大哥忍痛割爱一下。25亿！这位兄弟，你确定要和我抢是吧？28亿！拍卖公平公正，有钱就行。你疯了？你哪有28个亿？30亿！30亿！30亿！封顶了，封顶了！你白痴啊！都已经封顶了，你还举手干什么？胡爷，你1个亿都拿不出来，在这捣什么乱？曹老板，我这是想让你多卖点。有点道理啊。好你个曹乾坤，你搁这找个托儿，在这哄抬价位是吧？不是，他纯是来捣乱的。我不要你30个亿，20个亿就行。你做梦！15亿，别想抵赖。哎，行，好了，各位，我现在宣布，本次的四木女尊被荆轲公子拍到，大家鼓掌庆祝一下。把这个捣乱的给我扔出去。金少爷，你们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就不验验货？验货还不简单？都是真的。诸位，谁还对此有异议的话，也可以一起来验一下。你笑什么？你们家的鉴宝师都是干什么吃的？这都看不懂，就不能拿鼻子闻闻吗？这个是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里假了？曹乾坤，独木女尊是用人骨做的，你闻闻这什么骨？牛骨。太对了。好你个曹乾坤，搁这儿拿假货来糊弄我是吧？你想找死吧？我怎么能骗你呢？胡爷，是你卖给我的这假货。你可别乱说啊，我可没有卖给你。100万！100万？那不是你给我的封口费吗？哦，你放心，你跟张艳艳的事儿我不乱说。什么封口费？那是我买独木女尊的钱。你有证据吗？曹乾坤，我要4尊，你就给我3尊。货我肯定不会收，我今天对你太失望了。走。唉，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假的？在我第1天晚上找你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不对了，但我现在更加清楚的明白了，钱有才手里的4尊佛像都是真的。什么？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钱有才是你逼死，虽然他是自杀，那是你们为了得到他的女尊像逼死了他。那3尊你拿到了，但是你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带了1尊找我鉴定了。你有什么证据？你别污蔑我！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反正法医的鉴定结果，尸体是自杀。好了，接着说女尊的事儿。在你去半岛酒店之前，我就把女尊给调包了。多少钱卖给我？3个亿。好。我说了，我可是有神眼的人，能看穿一切的。和我斗，你会有好下场吗？哼。走。赵总，我现在手里有3个亿，1个亿存银行账户里，另外2个亿拿出来做点生意怎么样？你想投资什么？投资房产。你要做开发商？不，我要投资老洋房。老洋房？胡总，算了。哎呀，没几个人敢玩，投了就赔钱。玩就玩点别人不敢玩的，富贵险中求。蓝老，小雨，董事长，你昨天大闹鉴宝会了？胡爷哥可厉害了，现在啊都传开了。你这次啊是赚了一些钱，却得罪了他们，没有鉴宝会的承认，你可不算是鉴宝师啊。连牛骨和人骨他们都分不清，算什么鉴宝师？反正三思而后行，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后面，很危险的。蓝老，您有没有做过老洋房的生意啊？老洋房风险太大了，古玩的风险对于其他行业算是比较高的，老洋房更是古玩中风险最高的。赌对了盆满钵满，赌输了倾家荡产。你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还是谨慎些吧。我想学习学习嘛。蓝老，您人脉广，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一般他们是不收徒的，不过我可以介绍一个给你。你今晚收拾一下东西，去一趟皇城。好。喂，胡先生，你到哪儿了？我就在机场门口，你在哪儿呢？哎，胡先生，这里。我叫胡烨，你叫什么？我叫思琪，是梁小雨的表妹。我来这里主要是学习老洋房的知识。我听蓝老爷子说了，带你回家，我姐姐就能教你。你姐？我姐在国外长大，对国外的洋房有很深的理解。哦，原来如此，那走吧。不错呀，这就是西式风格的洋房。进去看看吧。走。坐。啊。你先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哦，谢谢。思琪啊，今天你不是去接表姐的一位朋友吗？你怎么还没去啊？你可千万别迟到了，难得表姐让我们帮忙。怎么了？你是不高兴吗？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我早就说过让你离开那个男人。哎，谁啊？姐，是我呀。你是谁？哎，姐，没人呀。不，有人。你到底是谁？姐，这位是表姐让我接的胡烨先生。胡烨先生，这位是我姐杨文文。胡先生，刚刚你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不是有心的。抱歉，胡烨先生，刚刚是我失态了，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眼睛从小就失明了，看不见东西。哎，不，应该是我说抱歉的。姐，我扶你先坐。听说胡先生是想学习关于洋房的知识是吧？听闻杨小姐是名门大家，对洋房的了解颇深，是接触过不少，但是我的话也只能作为参考。姐，你就别谦虚了，我先去酒吧玩了，你好好带带胡先生。这你妹妹还真是活力四射啊！真是的，家里来客人了，也不知道待在家里，就知道跟那个男的出去玩。哦，是思琪的男朋友，让胡先生见笑了。哦，没事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套房吧。好，我扶你。这是我们杨家3代流传下来的老洋房，第1代建楼的是我的祖爷爷，他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军。我想问一下，这套房子最高出到多少钱啊？
前后来了27位世界级的富豪，出价30到50亿不等。50亿，这么夸张的价格啊？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的确，这里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哎，杨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只是想起了我去世的父亲。姐，你不是出去玩了吗？妈来了，喊你回家吃饭了。哇，吃什么？就这样吧。母亲，饭马上就好。啊，这位是我的母亲黄英怡，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Peter， 这位是袁小宝。你们好，我叫胡烨。来，你也坐吧。今天晚上你和袁小宝的事情说清楚。袁公子，我是不会结婚的。这事情由不得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不同意。你慢点。黄爷，我该咋办啊？这位袁小宝智商有问题，到现在生活都不能自理。什么？这也让你姐姐嫁？这是文文房间的钥匙，你只管生米做成熟饭，他也拒绝不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是我姐姐，我怎么不管？你只要不管，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什么？只要你不管，我就同意你们结婚。你们这算是欺负残障人士吗？你不过是来我们家的客人，你少沾我们家的事好不好？我也不想管，但是杨文文现在是我的师傅，我师傅有难，我总不能不管吧？送客。你们都不管是吧？我管。你干嘛去？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的人？我打的就是你的人。她是我女儿，你敢带她走，你死定了！我倒要看看怎么个死法。钥匙在车里。让开！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才刚认识。你还没教会我洋房的鉴定方法，我肯定要保护好你啊！你不怕我吗？我胡烨长这么大没怕过谁，最怕的就是白忙活。现在整个杨家都听那个女人的话，她是我的继母。父亲临死前把财产交给了她，老洋房有她的一份，她想尽办法要把我们嫁出去，就是为了独吞老洋房。继母都这么嚣张。胡烨先生，你还是别卷进来了。你现在是我师傅啊，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到了。水生假日酒店，总要有个住的地方。谢谢你啊，胡先生。没事儿，叫我胡烨就行。蓝老，我遇到一些事情。不用说，我全知道。那你也要记住。我能保你，但是杨文文要送回去。如果我就是不送呢？鉴定洋房又不是只有他会，我更担心你的安危啊！远水救不了近火，明白吗？我不需要你救，要么帮我，要么别管。好啊，我不插手，你自己小心。那就好，蓝老，以后我还是您的人。你马上把人给我抓回来！这事我管不了。你忘了我们家老杨跟你什么交情？我是他妻子。如果他知道我帮你祸害他的女儿，他不会放过我的。我可不想半夜醒来被他的鬼魂掐死，我还想多活几年。我不管，你不帮忙就别认我们杨家。我只认杨家俊。哼，家俊啊，我可是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你在天之灵可不要怪我呀。怎么了？胡烨，我想好了，明天去一趟孙家花园。这孙家花园是公家地，也是有100年历史的。我刚刚看了，有很多文物都不是真的。不错，就像盗墓一样，很多贼人来这里把文物都偷走了。幸好这样也让洋房大打折扣。这挑选洋房最重要的还是眼光的独特。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却能感受到古老的气息和历史的韵味。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站住！你们是谁？我们是杨家的人，要把大小姐带走。杨家人不听姓杨的，却听姓黄的，别碍事儿。这是什么情况？大哥，别打了，别打了！回去告诉黄英怡，我明天就去找她。滚！
我们走吧。你明天真的要回去吗？既然他想拿到这笔钱，我就让他人财两空。我决定了，明天我找人联系一下杨家大院，到时候新闻和报纸都会讨论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办？那这个人是隔三差五就来吧？对，就想来看看我有没有打房子的主意。不，他每次都是想来拿走古董卖掉。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些文物有的已经是文化遗产，受到法律保护。他这么做会影响整个古玩市场的运转。你打算告他？现在我也只能这么办了。那思琪怎么办？这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如果他真的在乎你，昨天他就应该出手。他现在做的唯一对的事儿就是把车给我。都是因为钱？不是钱，是人心。走吧。哟，你还知道回来呀？你怎么把这个男人带回来了？我给你说话呢，你现在不但瞎了，还哑巴了吗？黄英仪，你这个人呢，本性就坏。就算她不是你的亲女儿，为了老洋房就能这样对她？我怎么对她了？你可知道那袁家名门望族，我给他找这样的人家，他应该感谢我，门当户对，你懂不懂？他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用不着你这后妈插手。别废话，给我拿下！滚！你们去哪儿？赶快给我回来！别喊了，谈谈我们的事情吧。你别过来，要干什么？老洋房里的东西是你搬走的吧？什么东西？古董啊！这你也管？那都是我的。我说你可真是没见识。什么意思？我已经联系了文物保护协会，杨家大院的东西都是历史遗产，有文化价值，你拿去变卖是违法的。那也是我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东西。这个房子上面写的是我和我姐姐的名字。接到举报，杨家大院的文物都消失了，我们过来取证。我作证，这个叫黄英仪的女人把古董卖给了典当行。杨思琪，你疯了吗？你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大不了我和姐姐换一个城市生活，你就等着坐牢去吧。杨家大院你们都不要了吗？会被他们给没收啊！就算没收，也要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我也同意。你们都疯了！带走。哎，要回京市了，你们之后怎么办？我和 Peter 已经分手了，打算和姐姐换个城市生活。那你们还有钱吗？杨家大院虽然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别的房产的。嗯，走吧，没事了再来找我们玩。一定。再见了，胡叶。胡叶哥，你回来了。胡叶，你这次啊胆子太肥了，这种事情你都能做出来，有何不敢？伸张正义本就是鉴宝师的美德。说得对，我早就看那个黄英仪不顺眼。正因为你是鉴宝师，接下来啊你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确实，更大的挑战。你离开公司这些日子啊，公司可堆积了好多事儿呢。啊！小雨啊，帮你处理了不少，但是古董的鉴定还是要你亲自来。哎，加班喽！哎，胡总，你可算来了。怎么了，赵总？你看看这个。五帝钱真品，清代，5万元。这东西不错，哪儿来的？这是王氏典当行收的，然后公司鉴定师都说没问题。这是清代5帝钱，估计单枚的价值都在5万左右。我一会儿去一趟王氏典当行，说不定能赚一笔大单子。你们故意在当票的日期上做手脚，霸占我的手镯！你还我手镯！你松开！你再胡闹，我把你赶出去！滚！王老板，你是谁？东宝集团胡叶。哦，胡总，赵总跟我说了，你今天要来。嘿嘿嘿，你怎么还在这儿？还不快滚！这种事情在典当行时有发生，还是先不管。胡总，你今天来是蓝老爷吩咐的吗？我今天来是想看看王总手里的5帝钱，前几天公司在你这里收了点，我看着还可以。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公司愿意全收。哦，华少凤来了，你去把那个5帝钱拿过来，让胡总过目。明白。我们收的5帝钱一共333枚，全是正品，价值千金啊！确实是好东西。那当然。胡总，这些5帝钱你打算用多少钱收？既然你们刚刚说价值千金，那就1000一枚。哎，太少了。胡总，这5帝钱来当的可是个武生，那和咱们的价格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让这个武生断档，我们用了不少方法。虽然500亿没收的，但它的成本远不止500。你们的方法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在我看来，1000亿枚很合理。胡总啊，我真不多要你的，3000亿枚，价格公平合理呀。就1000，卖还是不卖？那太少了，再加点吧。那行吧，既然王老板接受不了的话，那我胡爷就先走了。行了，胡总，1000亿枚就1000亿枚，赶紧结账。不对，还是有问题。你把这些的当票给我，把当票给胡总。王老板，这当票是假的吧？胡总啊，你这可不敢乱说呀。王老板，这章都没盖，你忽悠谁呢？胡总，你的生意我不做了，你走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老板，你的典当行一直在耍小手段，要么就关门躲客人，要么就把锅推到客人身上。你管不着，我是管不着，但你这样迟早要遭报应。哼！他会不会把事情说出去啊？不会的，东宝集团和我们是合作关系。你这个败家玩意儿，那么值钱的手镯你还会被骗？住手！哼，又来一个不怕死的。最近的人戾气都重得很呢。看他干嘛？上！你们现在可以滚了！你们现在可以滚了，人留下。妈，算了，我们走。走。你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谢谢你救了我。哎，你慢点。哎，这女孩也太惨了，身上有几处骨折，谁打的？好像是她的妈妈。喂，你没事吧？没事，我叫朱芳芳，您叫什么？胡爷，刚刚的事情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那个领头的是我母亲，叫曹秋，另外一个是我哥，朱小飞。都怪我把祖传的手镯给当了。母亲知道那个手镯很珍贵，问我要，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被骗走了。那他们还会再找你麻烦吗？我习惯了。那你先休息一段时间，迟早要回去。你先养伤，等你好了，我介绍你来我们公司，就算做保洁也能糊口。太好了，谢谢你啊。没事儿，你先休息吧，我走了。这个典当行刚开没多久，还经常遭到举报。原来如此，这个区域就只有这一家典当行。上次投资洋房没成功，这次投资个典当行应该是说不定还能给公司拓展一些业务。喂，胡爷，什么事情？蓝老，我想投资一家典当行，就开在王氏典当行旁边。为什么现在想投资这个？我今天去王氏典当行了，发现他们手脚不干净，连当票都是假的，跟公司合作风险很大，还不如咱们自己开一家。我相信你可以开，但是……什么？让蓝小雨也参与一下投资，锻炼一下他。没问题。你们给我滚！哟，王老板，您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想搞垮我吗？王老板呀，您别误会，我跟您不一样，您干的事儿我可干不出。好啊，你敢在这里待，今天我就赖着不走了。哼，那让蓝老来看看怎么办吧。哼，蓝爷，胡爷哥，这么快就有人闹事？蓝爷，我就是讨口饭吃，没必要赶尽杀绝呀。赶尽杀绝？我可没做什么。那为什么抢我的客户啊？我们开门做生意啊，客人的选择那是客人的事情。又是那小子，你认识啊？恨不得杀了他。那太好了。什么意思啊？我跟他也有仇，你们去干他，我出钱5万。10万。行，我拿钱去。哎呀，
你在这儿做鉴定啊？那不是大材小用吗？还不如请个店长呢。是啊，胡爷哥，都3天了，你在这里，公司那边都乱套了。我这不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吗？哎，你可不能为了这点东西啊，放弃自己的事业。这典当行最多算一个投资，你可不能全心全意在这儿做生意啊。知道了。玉鼎真品唐代，5000万到8000万。先生，您这个霸王玉鼎可是唐代真品，只不过我这儿的价格和拍卖行没法比的。多少？2000万。不行，你这价格太低了。3000万，最多2200万。我这个价格还是高于3000万的，你也太坑了。那不好意思，这件东西我收不了。我就不信这么多典当行都是你这个价。您可以去货比3家。唉，华朝凤，你给他看看。真品倒是真品，只不过玉鼎瑕疵比较多。不对吧？刚刚隔壁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刚刚去隔壁了？你们出多少？1000万。什么？比他们给的还低？我们出这个价位是业界最高的了，你别被他们骗了。他们出这么高的钱，能一次拿这么多钱吗？我就是看着你急需用钱，我就给你直接出1000万。我也要不了这么多钱。那这样吧，就100万，你拿这个当票1%的价钱来赎回去。好。先生，留步。怎么又是你？现在后悔了？但是我已经抵押了。你被骗了，你看看当票。当票怎么了？你看日期。归还日期明天。他们是想独吞了你的玉鼎。休想！哎，你现在回去也没用。那怎么办？你明天按时归还钱财，直接揭穿老板的真面目。先生，这是我们昨天店里刚收的东西。哦，这个准备卖多少钱？3000万。3000万，3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我能不能先付个定金啊？行，定金就定金，1000万。好，王老板，我来赎玉鼎了。先生，你怎么这么快就来赎鼎了？我赎鼎还有时间？你们什么意思？干什么？这是我的玉鼎。王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主人。王老板，这玉鼎不是卖给你了吗？你什么意思？先生，要不这样，这鼎卖的钱，咱2个人每人1半。1人1半？我的东西分你什么钱？不管卖多少钱，我都要，不然法院见。哎呦，先生啊，这钱要都给你，我还得倒贴钱呢。这王老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胡总，玉鼎已经拿到了。好，先回去吧。我早就知道是你搞的鬼，你们串通一气。王老板，别急啊，还有呢。你们来的正好，赶紧把胡爷拿下。我们先谈谈玉镯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王老板，看来你要背上不少债务。你们不会来砸我的店吧？要么把镯子给我，要么你就没好日子过了。赶紧赔钱！我还以为是一场持久战，没想到这么快就倒下了。喂，胡爷，猜猜我是谁？杨，叫我思琪就行。怎么了？怎么这会儿给我打电话？哎，胡爷，这次我想请你来一趟上江市。什么事儿？有一条发财路。直接说。最近上江市来了很多商人，他们很多都是从外省来的，而且携带了不少珍贵的文物，我想你一定很感兴趣。真的？我现在和姐姐来文物鉴赏工作室工作了，听说这件事情后，姐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好，替我谢谢杨文文。小伙子，我看你转来转去的，想找好东西啊？您这里有吗？多着呢，来看看。这戒指真品，价值30万。这个多少钱？看你对这有缘，3000。真的吗？你这有问题。没问题。
真正的红宝石戒指至少价值3万，你这个只要3000，要不要？来路不明的东西我可不敢要，还给你。再考虑考虑。哎，快跑！文物协会的人来了，快！这群人真烦，一天抓3次了。你是买东西的？我随便来这边转转。走吧。哎，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戒指，刚刚那个老头给我的。这是蒋家的私人物品，带走。是。我不是犯人，你们干什么？罗娜有什么收获？抓到一个，他手中有蒋家的戒指。哦，是吗？我是文物保护协会会长楚天成，他是执法队长罗娜，很高兴认识你。会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上午刚到上江市。他说是一个老头给他的。有证据吗？没有。那通知警察吧。哎，不要！我真的是冤枉的。那这样，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配合罗娜，去把那个老头给我抓回来。哎，好吧。罗娜是退役特种兵，你最好还是别惹她了。知道了。咱们去哪儿啊？跟我去一趟赵家。这就是赵家花园。你还知道赵家花园？走吧。罗小姐，今天有些下雨，看来是路上有些耽搁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差你别验货了。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收回来的好东西——清朝琉璃花瓶。花瓶，赝品现代，价值200。不对劲儿啊！你打算出多少？5000万。要是在拍卖会的话，这个价格会更高。罗小姐是有些不放心啊。慎重一点。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签协议吧。等等，这东西不对啊。怎么了？你是谁？这是我的副手。一个助理就别这么多话。不是，这东西真的不对。别说了。唉，看来没戏了。要质疑我的东西有问题，就拿出证据来，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签完了，货我们拿走了。你被骗了！你胡说！你知道我刚刚看了多久吗？我骗你干嘛？你知道站在赵公子后面的人是谁吗？谁啊？号称拥有黄金铜的万石山。他说没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唉，我怎么就是跟你说不清楚呢？真是败家！5000万的单子不行，必须找个机会说清楚。拿来吧！你干什么？这个是5000万呀！我告诉你们，这个清代的官印一般都在内部平底，而这个在外边，这很明显就是假的。还有，给我拿瓶酒来。茅台，喝的还不赖啊！唉。看到没有？一擦就掉，红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假的？不应该啊！我看这做工挺好的呀。做工好有什么用啊？只有真品和赝品。可是我单子已经签过了。胡叶，你怎么不拦一下啊？你别睁着眼说瞎话行不行？我没拦嘛，我从赵家大院拦到现在。我要是再拦，这位罗小姐就要给我来个过肩摔了。哎，对了，她不刚刚还说有个什么黄金铜万石山吗？那怎么办呀？怎么办？找他算账。对，找他们算账。哎，今天太晚了，明天去。姓赵的给我滚出来！楚会长，你干什么？这可是很名贵的。名贵个屁！干嘛？想赖账？对，我就不想认这个账，赔钱。什么跟什么？你这是？自己看看底部，这就是证据。楚会长，我一直以为你是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如此卑鄙。你拿一个粗制滥造的花瓶，一定是你把我的给藏起来了。你放屁！这就是你给我的那个。我说就不是。赵公子还记得我啊？一定是你搞的鬼。昨天你们已经签过字，花瓶你们已经拿走。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我这里有鉴定证书，要看吗？他的话不像是假的，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行啊，
那咱们进去坐下来看看。好啊。万师傅，楚会长他们说昨天拿走的花瓶是假的。这个和我鉴定的那个云泥之别，你们看到了吧？要是真的花瓶丢了，你们就去找警察，别什么账都算在我的头上。你们协会不是有鉴定师吗？签单之前怎么不说？好，我找到问题所在了。什么意思啊？赵公子，你也被蒙在鼓里啊！你没睡醒啊？你们都被万石山给骗了呀！想当然的认为是他鉴定过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万师傅，或许你的鉴宝水平确实高超，但是你作为鉴宝师的道德却没人鉴定。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这个金乾隆花瓶是真的？我鉴定的是真的。金乾隆琉璃花瓶根本不存在啊！胡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琉璃花瓶根本不存在于历史上，它的存在是古代小说形容乾隆皇帝奢侈的谣传。他们不知道，难道你万石山也不知道？不信，你们可以打开手机看一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存在于历史上。你干什么？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文物保护协会的人还不如一个无名小卒。谁是无名小卒？我是东宝集团东宝财富公司总经理胡烨。东宝集团？原来是东宝集团的人，难怪。赵公子、楚会长、胡总，这个世界上人们只相信有实力的人。世界很大，古董寥寥无几。我们的鉴定不过是制造古物、包装古物，然后让古物呈现在历史上。我绝对不认可你的话，绝不！你们是在扰乱整个市场！5000万算什么？跟我合作能赚5亿、50亿。你根本不懂得尊重文物。赵公子，你难道跟钱过不去吗？你滚！你们不跟我合作，有的是人。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是我们文物保护协会自身出现了问题。你们现在还不能灰心丧气，既然有这样的产品存在，捣毁窝点才是最重要的。吴先生，你走吧。我不是还没帮你抓到老头吗？我们不能把你再卷进来了。今天你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喂，思琪，有时间吗？原来你这些天不来找我们，是在忙活这些事情。本来听你的，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宝贝。结果呢？现在我觉得上江城的文物不是赝品，就是非法得来的，我都不敢下手了。那你要回京市了吗？不行，我还不能回去。上江市的造假问题很严重，我必须找到他们的窝点，还古玩市场一片晴朗的天空。看来你不仅仅是一名商人或鉴宝师啊。我只是个鉴宝师，但我有道德。我也是个商人，这个假文物影响市场，耽误我赚钱了。我倒是有条线索。什么线索？地下市场。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市场，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奇怪，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没什么人啊？那我们先去看看吧。走。该区域赝品700万到150万。欢迎光临，老板，你看点啥？我这儿的东西可全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品，随便买一件都可以让你发财。老板，你这儿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拿去拍卖啊？好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没有证书。哎，老板，你手上这个扳指能给我看看吗？这个，这个可是来历，你知道吗？你是主人，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哎，我就是看着有点喜欢，你要是不卖啊，就算了。等会儿，商量一下价格，这东西可以卖20万。好，等一下，50万。好吧，100万。你这个人怎么坐地起价呀？就是，不买了，咱们走。等会儿，你说个价呀？10万。
胡爷，这老板不实在，咱们不买他的东西了。一口价10万，10万也太少了吧？你刚才都答应我50万了，再不答应那就5万。老板，你这戒指在我们那的当铺连1万都卖不到呢。那还是按原来的那个价格，20万吧。来，扫码。胡爷，这东西值20万吗？值不值20万，来当铺不就知道了。那前面有2家当铺，我们去看看。走。当断。这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直接卖了的意思。当什么？这个。破烂玩意儿，错工粗糙，100块钱。你说100就100啊？就是，你要是觉得不值钱，我们就去别的地方。你去哪儿都一样，你还真以为这是个宝贝啊？破烂一个。哼，破烂一个。这是什么？这是黄金戒指吗？这是黄龙戒。哎呦，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这居然是民国军阀的呀！不简单。故事就不用再讲了吧？绝品，开个价吧。100万。好，我立马给你打账户，把你账户给我。好，那我们就先走了。走吧。站住！就是这小子骗了我，拿20万买了我的玉扳指。大家评评理，拿20万骗了我价值100万的玉扳指。20万买的，100万卖，有什么问题啊？我要100万。我刚刚是没给你钱吗？才区区给了20万。那你说是不是我们谈好的价格？不行，给钱。哼，不可能。我警告你啊，我后面那个兄弟脾气不太好。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你这么想要钱，不如直接上银行去抢，要多少有多少。不听我劝，给我上！住手！你兄弟抢我兄弟的饭，他的脾气也不好啊！给我上！大爷，你的人可真不少呀！在这儿没点实力是混不下去的。大爷，您是？戒指不用你还了。哎呀，谢谢大爷。大爷，您的势力可真大呀！胡先生，我跟了你们1天了，你们能力可真强。杨小姐在文物鉴定局工作，也需要不少宝贝，他们能出鉴定报告，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大爷，您这个方法可真好，但是我想再考虑考虑。这样，今天我们就先走吧，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说。好，咱们走吧。这才没几天又要走了。蓝老找我有事情，我还是要回去的。昨天的事情你要和文物保护协会说吗？我本来是想告诉罗娜她，让他们来抓人，但是我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又于心不忍了。你怕他们饿死？我看到他们，总想起我遇到蓝小雨和蓝老之前，我过得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说到底，我们不过是普通人，做事留一线。哎，好吧。只是姐姐还想见见你，看来没机会了。会有机会的。机场到了。嗨，胡爷哥，你回来了。蓝老叫我回来，说是有事情。快坐。你刚回来？蓝老，我下午就回来了，先去公司把货物鉴定了一下，然后就来了。蓝老，这几天我可是没休息好。你少来，公司就你一个靠谱的，我不找你还能找谁啊？什么事情啊，蓝老？九龙商船，你听说过吧？是去九龙城的渡船。我在九龙城有个朋友，他是当地的九龙之王，他最近到了一批货物，他想让我派1名鉴定师去，你和小雨一起去见见世面。什么时候去啊？今晚。各位，今天有幸请来了各路鉴宝界人才，我代表龙王集团感谢大家。今天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鉴定一下
我新购入的宝贝，希望各位都别看漏眼。姜老，您是鉴宝界的老前辈，要不来说两句？哎呀，姜老爷来了。哦，其实呢，我这次是不想来的，但是九龙城盛情难却，我也只好来一趟。一是为了帮帮龙老爷，二是为了带我这小徒弟见见世面，第三呢，就是想跟大家切磋切磋。大家好，我是殷灵，姜老的弟子。学习时间不长，请大家多多指教。好了，话不多说，第一件产品。各位，看看吧。看这怎么样？真心不错啊！啊，胡叶哥怎么样？有意思。姜老，您怎么不看看？不用看了，这是赝品。哎呦，真看出来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龙老爷，这个官印是小篆，但是真品是楷体。不愧是姜老培养出来的徒弟啊，这么快就看出来了。好，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只能放弃了。这画是赝品，就消失在鉴宝界中吧。来人，销毁！等等，这幅画是赝品，与其销毁，不如卖给我，这样蓝老也不会赔钱，我也能得到自己喜欢之物。这位小兄弟是初出茅庐吧？不懂鉴宝界的规矩？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龙老是商人。既然是商人，就存在买卖与交易。既然是赝品，就不谈什么买卖了。你喜欢就送你了。只是你是蓝老请来的鉴宝师，这样丢他老人家的脸呢？对呀，胡叶哥，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不缺这幅画。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蓝老无关。好吧，那你拿走吧。那个，胡叶哥，这是高仿，不值钱的。哼。第二件。这是什么呀？挺好啊，是不是？看着不错。金丝绸缎，好东西啊！不要浪费眼神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国家贡品，是国宝，买卖是违法的，应该交还给国家。哎，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是件烫手的玩意儿。可惜了，你们拿去处理掉吧。等等，这个不是国家贡品。诚心的吧？这是清朝光绪所用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两条金龙栩栩如生。这个金丝绸缎，在经过各种买卖、冲洗，最后落到国家手中，放置在文物保护协会里面。只是后来被盗走了，如今重新问世，就应该交还给文物保护协会。你们说的很好，但是你们漏了一点细节。胡叶，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你们拿强光照一下，看看这个金龙。我天哪，怎么会这样啊？是不是啊？长老，您老眼昏花了，就去休息吧。你说什么？我师傅说的是对的，你才老眼昏花了。那我就问，这金龙是相对的还是相反的？相对的是双龙吐珠。那你仔细看看这个呢？是相反的。那你说你是不是老眼昏花？师傅，这次真的是我们搞错了。处理掉吧。等等，这个我也要。胡叶，你怎么这么喜欢高仿？这件也送你了。最后一件。你学鉴宝时间多久了？1年。1年？你逗我的吧？用点心就行，别太自傲。最后一件是鲁班锁。哟，这鲁班锁，这是真的假的呀？啊？鲁班锁，假的吧？这是。真品，绝对是真品。真的吗，姜老？你好好看看。没有问题，绝品。胡叶哥，你看呢？胡先生，你对这不感兴趣吗？这东西我看不太清楚，拿着这2个东西，我们准备走。是真品就好。胡先生，你没意见吧？没意见。走。我觉得你变了好多。变什么了？所以那个乾坤3连锁是赝品吗？是真的。
所以你能看透了吧？但是你就是不说，你明明可以跟之前一样当场揭露，那你为什么不说？因为我看到了你。我不能总是树敌，让你跟着我遇到危险，这样我也没法给蓝老交代啊。你知道吗？什么？我爱上了你。